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最近看到 AI 影片，是不是会有一种感觉，画面更漂亮了，动作更顺了，光影更电影感了？但你心里其实很清楚，它还是片段，不是电影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讲一件比较关键的事。AI 影片工具终于开始从生成镜头变成做电影。这一次升级的不是解析度，不是帧率，不是画质堆叠，而是导演思维。今天我们直接实测 Higgsfield 的 Cinema Studio 2.0， 它到底只是功能变多，还是真的把 AI 推进到 AI Filmmaking？ 我会讲优点，也会讲限制，也会告诉你它适不适合你AI 影片真正的痛点。你知道现在 AI 影片工具最大问题是什么吗？不是画质，而是控制感。大多数工具，你给一段 prompt， 它给你一段结果，你只能微调，但你无法导，你无法真正决定这一镜要怎么接下一镜，角色在下一幕情绪要不要延续，镜头运动是不是有电影语言。大部分 AI 影片比较像会动的图片，而不是有叙事结构的片段。这一次 Cinema Studio 2.0 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个断层。Cinema Studio 2.0 在做什么？先讲结论，它不是单纯 AI Video Generator， 它在尝试做 AI 导演工作台。几个核心差异：一、多镜头叙事 Multi Shot， 最多6个镜头，每镜1到12秒，可以自动串接，也可以手动控制。这件事很关键，因为它不是让你生成一段，而是让你设计一段。你可以第一镜建立场景，第二镜角色特写，第三镜反应镜头，第四镜情绪延续。这已经是电影语言层级。角色系统 Character System， 这个我觉得是它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。你可以加入最多3位角色，指定每一镜谁出现，设定情绪，加入对白，自动口型同步，而且角色会跨镜头保持一致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终于可以拍场景，不是单镜动图。3类型驱动运镜逻辑 Genre-based motion， 这个很聪明。你选 Action、Horror、Comedy、Suspense， 它不只是套路镜，它会改节奏、镜头速度、运动能量。恐怖片会慢，动作片会快，喜剧会保留反应时间。这其实是导演节奏逻辑。3、真正让我惊讶的地方。好，这里开始讲我自己的观点。有3个点我觉得真的有价值。1到 3D Scene 进入场景，你可以把生成的图片当作 3D 空间进去调整。这不是简单变焦，而是你可以改构图、改视角、调整空间关系。在生成前先确认画面，这个很像虚拟摄影棚。2 Speed Ramp 再生成阶段控制。一般工具都是生成完再剪，它是生成时就选。慢动作、线性、加速。这个差异在于你不是事后补救，而是生成时就确定节奏。这个逻辑比较接近真正拍片。3电影级镜头控制，你可以选镜头焦段、光圈、感光元件、Cook 镜头玻璃。老实讲，这对一般用户不是必须，但对创作者来说，这代表他想让你做摄影决策，不是只写 prompt。4实测示范。画面开始黑画面，环境音，旁白低沉。如果这是一部电影，它不会从爆炸开始，它会从呼吸声开始。镜头1建立场景，设定 Genre Suspense， 镜头慢速刀类推进，色主情绪紧张。画面描述废弃工厂，冷白色灯光闪烁，镜头缓慢推进。他站在走廊尽头，空气中有灰尘漂浮。旁白第一镜，我只做一件事，建立空间，不是动作，是气氛。镜头2角色特写，设定 Close Up Emotion Focused Speed Ramp 线性。画面镜头切到他的脸，汗水从额头滑落，他听到远方金属声响。加入对白，角色低声说他来了，系统自动口型同步。旁白这里关键是角色理智性没有崩，这在很多 AI 工具是会直接换一张脸的。镜头3动态转场，设定 Genre Action Speed Ramp 加速，运镜 Handheld 加 Orbit。画面门突然被撞开，
镜头加速环绕，画面震动，他转身奔跑。这里我切换 genre， 你可以看到节奏明显变快，不是我剪接变快，是模型真的在改运动逻辑。镜头4结束画面，设定 slow motion end frame 指定窗外月光画面，他冲出工厂，慢动作，光线从背后洒下。最后我指定 start end frame， 让镜头从恐惧转成解放。这1分钟不是3段 AI 片段，它是一段设计过的场景。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当你开始用多镜头、类型节奏、speed ramp， 你不再只是写 prompt， 你开始做决策，这才是 Cinema Studio 2.0 真正的升级。我觉得它还没解决的问题。好，这里讲缺点，我不会一昧吹。还是 1080p， 目前最高 1080p， 如果你做高端商业片还是不够。2生成时间与成本，多镜头生成会比单镜慢，如果你想快速试错会消耗算力。3创意仍然来自你，他给你结构，但故事还是你写，他不是帮你变导演，他是给你工具。他适合谁？我会分3类。A 类想拍故事型内容的人，如果你想做 AI 微电影，想做角色对话，想拍系列内容，这个工具会很有价值。B 类只想做短片素材的人，如果你只需要3到5秒片段，做剪辑素材，做广告背景，其实很多工具都可以，你不一定需要 2.0 的完整系统。C 类想建立电影感 IP 的人，这一类会是最大受益者，因为它让你有叙事连贯、角色一致、运镜语言。AI 影片的下一步是什么？我认为这次更新真正的意义不是功能，而是方向。AI 影片正在从生成画面走向构建叙事，差距正在缩小。AI Clip 到 AI Scene 到 AI Story 到 Cinema Studio 2.0， 是在 Scene 阶段，还没到真正长篇电影，但已经不是单镜头玩具。我想问你，你比较在意的是什么？ A 画质跟速度， B 控制感跟导演逻辑， C 角色与叙事一致性。留言打 ABC， 想看看大家站哪一边。 Cinema Studio 2.0 不是完美工具，但它代表一件事， AI 影片正在进入导演逻辑时代。如果你想玩生成，它可能太重，但如果你想开始做 AI 故事，它值得研究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实测加真实评价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下一支我会实测它跟其他 AI 影片工具在叙事结构上的差距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翰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